各位好，来，我给大家讲一个赚钱的捷径啊，很简单，3步就 OK 了。第一步，我们先在街上找一个比较偏僻的街道，然后当你看到有车经过的时候，你就要快速的跑过去，躺在车的面前。当然你要注意车速哈。第二步，当这个车停下的时候，你要快速的掏出手机来，做出非常痛苦的表情，然后自拍几张照片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教你们碰瓷儿啊？其实不是，关键是第3步。当这个司机已经吓傻了的时候，这时候你要非常淡定地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个方形的盒子，很诚恳地跟他说：“来，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买一个行车记录仪啊？”当然，这仅仅是一个玩笑。不过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人倒在街上，我们内心这种纠结是真的。不服吧？良心在颤抖，我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呐？服呢？钱包在颤抖，我这个几十亿也不一定够啊。其实，遇到老人摔倒要不要扶，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。几年前，在比利时，也有一个老人走在街上的时候，心脏病突发，倒在路边了。然后一个年轻人走过一看，我去，哎，手表还不错啊，顺手摘下来戴自己胳膊上了。但是走了几步之后呢，这个年轻人突然有点良心发现，于是打了一个报警电话。最终，老人得救了。警方根据这个年轻人打的电话，顺藤摸瓜地抓到了他。各位，如果你是法官，请问这个年轻人，我们怎么判？这个例子我们先放在一边，我先卖个关子。回过头来讲讲咱们身边的事儿。上周，在天津，一位乘客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，把手机不慎落在了车上，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呢，往返了4次去给他送手机，因为沟通不是很顺畅嘛。当手机最终送到乘客手里的时候，这个司机管他要了80块钱的出租车费，结果，这位乘客把这个司机给投诉了。我估计这位司机在接到投诉的通知的那一刻，一定非常崩溃，因为他根本不理解。为什么我明明是做了一件好事儿，最终却变成了一个坏人？在我们平时的文化体系里，好像只有那些无私奉献的人，才是品德高尚的人。你做了好事儿，我们宣传的是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，而你现在做了好事，你居然还管别人要钱，我觉得我呸！所以一般我们看报道，什么样的人是好老师呢？就是那些拿着几百块钱的工资，在贫困山区里默默奉献几十年，为了不耽误学生的一节课，甚至自己的孩子生病了也要忍心把他扔在家里的。那什么样的人是好领导呢？就是最好自己一贫如洗，然后把所有的工资都捐献出来，捐献给那些贫困儿童，然后忍着病痛坚守在工作岗位上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这些人千万要深藏功与名，千万不能接受任何岗位上的提升和物质上的帮助。因为一旦你试图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，马上就有一些人蹦出来说：“切，你看我早就说他是装的吧，终于装不下去了。”各位，我们从来不怀疑那些无私的奉献者们他们品德的高尚，但是让我们思考一下，在我们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，有私心、自私，到底是不是一种原罪？戊戌变法失败之后，谭嗣同说：“我们的革命需要流血，我愿意做中国革命流血的第一个人。”所以他选择了留下。而与此同时，康有为和梁启超选择了保护自己，东渡日本。我们能说康有为和梁启超不是英雄吗？所以才有了谭嗣同那首名垂千古的绝命诗：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所以咱们要反思啊，当我们把好人的标准定得过高，认为只有做到完全的无私才是高尚，认为好人就必然的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在鼓励大家去做好事儿，还是把更多人吓得根本就不敢做好事儿？我们到底是会让好人越来越多，还是越来越少？其实，早在2000多年前，孔子就有过这样的思考。当时鲁国发了一个告示，说
所有能从国外带回我们鲁国的人质，每带回一个人，赏黄金10两。然后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，他从国外带回了2个人质，但是却拒绝领了这20两的黄金。子贡当然非常自豪了，就发了个朋友圈，说你们看，来，哥们儿视金钱如粪土，牛吧？快来给我点赞。孔子怎么说的？孔子说：“你小子别嘚瑟，你真以为你做了一件好事吗？今天你没有领这个奖金，那以后谁再胆敢领这个钱，大家就会觉得这人臭不要脸。那长此以往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，还有谁愿意去做这样的善事啊？所以，各位，我们要理解在不损人的前提之下，利己本身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，甚至相比于那些毁家纾难式的英雄壮举，它更有可能让我们乐于做善事。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，我就会觉得我自私的赚钱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善行，因为这必然意味着我要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，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收入，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税收。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回到之前比利时的那个例子，各位现在心里有结果吗？最终的审判结果是，这位青年被法官宣判无罪释放。针对这样的审判结果，法官写了这样的一段判词：如果我判了这个青年有罪，可能以后确实不会再有人趁火打劫，但是我不保证，当他们再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他们是否会选择视而不见地走过。我只是想说，法律的功能除了要惩恶，也必须要扬善。而我们在做所有的政策，在建立所有的这样的导向的时候，除了除恶务尽以外，我们能包容并且理解我们每个人身上小小的私心，是不是更有可能让我们乐于去做善事呢？比如那个无奈的出租车司机，如果我们早就有明确的规定司机在给乘客送还物品的时候，可以按照实际的里程来收取车费，我相信他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，还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善的种子。当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伸出援助之手，这其实是我们的第一反应。但为什么有人会把伸出的手又缩回来了？这恰恰是利弊的权衡。作为舆论的围观者，我们要理解，其实有私心并不是一件有错的事情。当危难时刻，我们会看到英雄挺身而出，这个时候我们为他们鼓掌。但是请千万不要把英雄绑架在道德的高地之上，让他们不得解脱。所以各位好人，我们一定要勇于保护自己，因为我们受到的每一次伤害，都将动摇其他人伸出援手的勇气。只有我们不吃亏，其他人才敢站出来。只有我们勇于正视自己的平凡，我们才更有可能彰显人性的不凡。谢谢。